這支影片幫大家整理了山形與秋田的10個必玩景點加美食，終於來到夢幻的銀山溫泉，好像走進神隱少女的溫泉街，挑戰登上1000階石梯的山寺，探訪日本最深的湖泊田澤湖，走進小京都角館，參觀400年前武士做的宅邸。想知道日本山形秋田怎麼吃怎麼玩，交通怎麼搭，要花多少錢，一定要看到最後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歐。上一集我們在仙台市區吃了很多好吃的美食，還有逛了很多好玩的景點，也去了松島一日遊。那今天我們要來到山形，要去我期待很久的山寺，還有銀山溫泉，再到秋田的田澤湖。那趕快繼續跟我一起看看東北有什麼好玩的吧 ，Let's go！ 今天來到日本的第3天，接下來7天我們要自駕租車環東北。我們今天是租這一間的Nippon，那離我們的飯店非常近。我們的車子現在租的是這一台 Race， 才出7651而已，蠻新的。租到車了，這間蠻貼心的，都有附中文的那個交通說明。那這一次我在 Klook 上面買的是有包含安心方案 CDW 跟 ECO， 就幾乎是全險的意思了。這裡也有告訴我們事故發生的時候要怎麼處理，都是中文版的，所以還蠻方便的，很不錯，沒有多付額外的錢。現在開車前往山形。現在我們開了1個多小時的車到山形，當然先來吃美食嘍。這一間是在2023年曾經獲選為東北第1的果子店腰掛庵。這一間腰掛庵裡面是不能拍攝，但是我剛剛詢問店員，剛好現在沒有人，他願意讓我拍。裡面是非常復古的日式風哦。它這邊最有名的是蕨餅，然後還有冬季限定的草莓大福。我們買1個6入的跟1個小的蕨餅。現在來試吃看看他們的草莓麻糬。好好吃哦！它的皮好像果凍哦，超 Q 的，而且這個皮是那種很 Q 彈的麻糬耶，再帶一點紅豆餡啊，它的草莓超級甜。蕨餅沒有任何化學添加物，口感柔軟也不粘口，微苦的黃豆粉綜合了甜味，也很值得買來吃。要怎麼前往腰掛庵呢？搭 JR 到天童站或天童南站，步行20分鐘就可以抵達。下一個東北景點是山寺。那山寺呢，它是一個千年寺廟，也被譽為東北最美的山中寺廟。山寺的正式名稱是寶珠山立石寺，是一座古老天台宗佛教寺院。它由持覺大師於西元860年的時候建立。要登上山頂，需要先經過1015階的台階。有點象徵着淨化心理。我們把車停在是一間紀念品店還有餐廳的對面，商店老闆人很好，還給我們一張手繪地圖。他說只要在這裡消費1000塊的話，那就免停車費；沒消費的話就是500元停車費。那因為現在冬天都是積雪，所以呢，大家最好要安裝冰爪，防止滑倒。那我們從山下登山口起登之後，馬上上來就是根本中堂。根本中堂是國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財，也是日本最古老的櫸木建築。堂內有供奉已經燃燒超過1200年的不滅法燈。现在我们要进入山寺了。大人的話是500日幣，小孩的話是200日幣。花1500日元買了3張門票，要開始我們的登山修行。1015階階梯開始。邊爬邊踩，但大家看這個風景，真的太漂亮了，時不時都還會有一點落雪啊！我目前爬過最美的山，絕對就是山寺。然後這個階梯全部都是雪，嘿，大家，哎呦，你看我被砸到了！我們現在已經爬到仁王門了，仁王門那邊的山壁上都有冰柱，哎，好漂亮哦！
經歷一番努力，我們終於來到五大堂。這裡是山勢視野最好的地方，可以俯瞰山腳下的火車路線、田野，還有遠處的群山。那些群山真的就像水墨畫一樣空靈，超美。虽然說是要走1015街，但是我覺得好像大概只走了20-30分鐘吧，算是蠻快的。比我們去富士山那個河口淺間神社還要快很多。體感其實不累，我看也有很多小朋友在這裡爬。五大堂看完，也可以往另一個方向去山頂的奧之院。山寺巧遇一只大肥猫。哇，山寺的猫吃的還真好，你看它毛厚成這樣，應該不會冷吧？要怎麼前往山寺呢？搭 JR 到山寺站，步行7分鐘就可以到登山口。午餐來吃這間果凍，它是天童這裡有一對老夫妻經營的小店，價格很便宜，700日幣。今天我們點了2份炸豬排定食，還有1份燒肉凍。這間果凍的分量很多燒肉凍700，然後炸豬排定時1100，而且各位這個炸豬排很厚1100，6大塊。先來試試看炸豬排，它外皮很酥脆，而且裡面的肉非常扎實，它沒有厚豬排的那種負擔，吃起來咬下去就可以一口咬斷。我覺得它的飯給超多的，一碗吃下來非常飽足。這樣子1100，我覺得很可以。那再來吃它的燒肉凍，燒肉凍是屬於薑汁燒肉的那一種肉，醬汁甜甜的，我蠻喜歡的。大家有來山寺的話，下山之後可以來天童車站這邊吃這間哦，推薦。要怎麼前往果凍呢？搭 JR 到天童站，步行1分鐘就可以抵達。爬完山寺，在天童市區飽餐一頓後，繼續前往下一站。下一個東北景點是銀山溫泉。銀山溫泉被譽為日本最美的溫泉街之一，街道上的懷舊氛圍就好像宮崎駿《神隱少女》中的場景。銀山溫泉的建築大多建於大正時期，是一條沿着銀山川而建的木造建築街道，木窗、白牆、黑瓦，搭配復古街燈，真的好有懷舊感。旅館牆面上也有許多繽紛的浮雕裝飾，又稱漫繪，是當時工匠技藝的展現。各位，冬天的銀山溫泉真的是太美了。江戶時代的银山溫泉曾發現銀礦，銀礦開採帶動周邊聚落的發展，形成最早的銀山溫泉。那後來隨着銀礦逐漸枯竭，當地轉型為溫泉療養地，並保留了歷史名稱，成為今天的銀山溫泉。那因為銀山溫泉實在是太熱門，遊客非常多，所以在冬季呢是最熱門的時候，就會實施嚴格的交通管制。像一般民眾只能在早上9點到下午4點入場，那5點到8點則是只開放給有事先預約購買入場，還有接駁巴士快速通關券的人。但每小時只限100個人入場，那住宿的旅客就可以有通行證，就沒有在此限。為了要拍到夜晚超美的銀山溫泉，我們不惜花重本，也想要來入住，但很可惜2個月前才訂機票，幾乎是已經訂不到飯店。但就在我狂刷猛刷2天這一整排飯店官網之後，終於非常幸運，這一間松本旅館剛好有人取消，所以我就馬上下訂。我們訂了那間8人房的。那現在也來開箱一下這間松本旅館。今天我們入住的松本旅館看起來是蠻有年代感的。那冬季的銀山溫泉房價非常貴，幾乎都是要2-3萬起跳。但我們3人房1泊20，其實才1萬出頭而已，我覺得算是相对很划算。還有列出今天的大家。旅館內是很溫馨的，他們還會先擦輪子。旅館內很居家，它是24小時的湯屋。那經過整修後，也有一台蠻新的電梯。今天我們住402號房，8人房，給大家 room tour 一下。我們的房間，哇，很大呢。這邊還有一個小雕像跟山水畫，電視就非常的小。然後這邊是我們的浴衣，
室內已經開好暖氣了，所以蠻舒適的。8人房真的蠻大的，有好幾片榻榻米，這個大桌子可以在這邊吃宵夜了。看出去就是皚皚白雪，這邊是我們晚上睡覺的地方。等我們晚上6點半去樓下吃飯的時候，就會有人幫我們把床鋪好。這邊有付費飲料區，有很多啤酒。然後這裡打開，哇，好冷！看出去就是銀山川。哇，我們是住在銀山溫泉老街的第1排耶，我們陽台的景觀真棒。要怎麼前往松本旅館呢？自駕停在銀山溫泉街入口處的停車場，步行2分鐘就可以抵達。銀山溫泉不只有溫泉街很漂亮哦，在入口那一邊，現在夕照金山，夕陽黃光照映在這一些山上，好漂亮哦。哇！太烫了！这个热起来呀，好烫哦！溫泉街一直走到底，還可以看到超大的白銀瀑布。這邊真的是有夠爆冷，而且地板超滑，全部已經被大家踏成超滑的冰了。大家一定要很小心的走哦。要怎麼前往白銀瀑布呢？銀山溫泉街走到底就可以抵達。現在傍晚時分，街道兩旁的黃色煤氣燈已經亮起了，照映在復古的木造旅館上，氣氛真的是超級夢幻。溫泉街走走拍拍，很快就到了晚餐時間。我們有3個人，所以飯店給了我們包廂的空間。如果是2人，會直接送到房間。松本旅館的晚餐很豐盛，用了許多當地的食材。包括山形牛、腐飯、蕎麥麵、野菜、刺身、馬肉和水果。冷冷的天，在飯店吃到豐盛的晚餐，真的好滿足。不過早餐用了很多醃製物，我覺得比較普通。早餐一頓後，觀光客通通都已經散去了。這時候的溫泉街就只有住客，可以好好享受寧靜的銀山溫泉。我想這就是銀山溫泉最有魅力的時刻了吧。隔天睡醒，映入眼簾的是大雪紛飛的美景，甚至沒有觀光客。再到1樓看雪景下的銀山溫泉街，給大家看看早上7點的銀山溫泉下雪了，沒有人的銀山溫泉好漂亮哦。早上的銀山變成滿天雪地了，真的好在我們松本的停車場這麼近，不然大家看看現在這個積雪積成這樣，大包小包的。我們剛剛提着我們的行李有夠難拖的，走過去大概2分鐘的路，像是走了20分鐘。各位，雪地自駕日常，早上鏟雪，大家要記得，除了前面的玻璃要清以外，上頭的雪要清，不然我們如果剎車的話，上面的雪弄下來遮到我們視線，那就完了。整體而言，我覺得只有10間客房的松本旅館比我想象中還好。雖然是老街上比較舊的旅館，我本來很擔心木造建築隔音差會睡不好，不過意外的還蠻安靜的。而且他們的睡墊很厚很舒服，不像一般睡在榻榻米那麼硬，我睡得很香甜。他們的湯屋雖然很小很舊，不過溫泉的水質非常好，溫度也很高。我去的時候剛好只有我一個人，泡起來很舒服。他們的停車場也是離溫泉街最近的，有下雪的時候拖過行李的人就知道這點很加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能用相對便宜的價格入住銀山溫泉還是蠻不錯的。要怎麼前往銀山溫泉呢？要先搭 JR 山形新幹線到大石田站，再換乘巴士約30分鐘到大正浪漫館，再轉乘收費接駁巴士才能進入銀山溫泉街。大眾運輸要轉3次車，還要算搭車時間，相對麻煩，所以最推薦跟我們一樣自駕，並且入住銀山溫泉的飯店，不止拍照體驗更好，也能知道溫泉街。或是參加1日團，交通方便一點，但人潮也會是最多的。來到東北的第4天，我們吃完早餐後，依依不捨地離開懷舊的銀山溫泉，繼續開車前往下一站。一早我們從銀山溫泉開了3個小時的車，現在我們已經抵達下一個東北景點了。
是在秋田的田澤湖。田澤湖獲選為日本百景之一，那也是日本最深的湖泊，最深處有超過400公尺。它的湖面就像一片巨大的藍色鏡子，平常的時候呢，会映照着天空跟群山，然後隨着光線变化，湖水還會呈現出湛藍色，還有深藍色，甚至帶點翡翠的顏色。我覺得可能有點像是我們上次去美國去的那個太浩湖吧，但很可惜现在正在下雪，所以说湖面呢其實能見度沒有到很高。當然，如果天氣好的話，我們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大家所稱的獨特色彩田澤湖藍。那整個田澤湖最著名的地標就是旁邊這個金色的橙子像。傳說橙子原本是一位美麗的少女，為了追求永恆的青春，所以最終化為守護湖泊的龍。金色的橙子像象徵着青春、渴望與永恆，也為田澤湖增添了一種神秘的傳說色彩。太巧啦，遇到台灣的朋友，Hello。我覺得他們超厲害，從東京開車過來，剛從青森過來，太扯了。那很可惜，現在因為天氣不好，在下雪，所以說能見度不是很高。但一般大家還是會在這個福木神社跟田澤湖拍照。現在下大雪，連金光閃閃的橙子像都被披上了一層厚厚的雪，感覺它在那邊超冷。要怎麼前往田澤湖呢？搭 JR 到田澤湖站轉乘環湖巴士才能抵達，建議自駕直接導航橙子巷會更方便。今天的午餐我們要吃這間英德里本店，它是五家屋夫通這邊一間有名的丼飯，它的招牌就是比內地雞丼飯，還有秋田稻荷烏龍。他說是日本3大美味雞，那菜單是用平板點的。那我們今天點一個第一名的比內地雞白飯，還有一個雞肉蛋蓋飯加烏龍麵套餐，還有另外點一個熱的烏龍麵。那坐在暖爐旁邊，非常溫暖。比內地雞親子丼的雞肉彈牙，滑蛋配上醬汁也很下飯。稻庭烏龍麵是較細的麵條，但我個人偏好粗的，整體好吃，但沒有昨天吃到的果凍那麼讓人驚豔。要怎麼前往英之里呢？搭 JR 到角館站，再步行15分鐘就能抵達。下一個東北景點是角館五家屋夫通。角館五家屋夫通是一條仿佛停留在江戶時代的街道，也被稱為陸奧的小京都。但和京都不同的是，這一條街不是貴族住的，而是400多年前武士真正居住的街道。那街道筆直而且很寬敞，兩旁都排列着保存良好的日本武士住宅。角館是江戶時代重要的城下町，那當時城堡就在不遠之處。而這條南北延伸的街道，就是中高階武士與家臣的住宅。走到一半，這裡有間商店，進來看看。哇，進來就是秋田犬。他們這邊也有賣北海道冰淇淋之神。這一間是五家屋夫的茶屋。現在我要進去清柳家，裡面還蠻大的哦，有這一些。我現在要來參觀了，他有給我一張地圖，這就是以前武士的房間。哇，這個武器庫好豐富哦，有槍有刀，還有武士以前的戰甲跟盾牌。它這邊還有一個互動體驗區，可以把他們以前的武器舉起來。這裡是武士刀，我來舉舉看。哦，武士刀，哇，比想象中的還要有分量一點呢。哇，真正的武士刀好炫哦。许多五家屋夫他們都有對外開放，讓人可以免費進去參觀武士以前的房間，還有他們的庭院啊，跟他們武器展示，還有家族的史料，讓大家可以更好感受武士過去的日常起居，還有他們的精神文化。但現在雪實在是有點太大了，我們可能得提早回去秋田市區了。要怎麼前往角館五家屋夫通的清柳家呢？吃完英之里往前走5分鐘就能抵達。給大家 room tour， 我們今天在秋田做的呆瓦。
房間乾淨明亮，電視蠻大的，不過在那個位置稍微比較難看一些。而且它還有 Netflix，不良一族耶。有很大的一個書桌，我喜歡這種。抽屜裡有化妝鏡，還有浴袍等等，我們可以去泡湯。它有附各種的頭，算蠻貼心的。廁所的話，很新哎，免治馬桶跟浴缸都有。而且它房間的吹風機是 Panasonic 的，風量還蠻大的哦。我剛剛泡完湯了，我覺得這裡的湯屋真的超棒，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男女湯進入之前還有一個很像交誼廳的空間，這裡很大，可以看電視，還有免費的按摩椅，而且還有冰可以吃哦，可爾必斯冰棒，還有這種巧克力餅乾冰，還有樂天的檸檬冰啊、可樂冰、哈密瓜冰等等，超享受的。泡完溫泉，在這邊做按摩椅、吃冰棒，有泡湯，還有免費的冰棒，還有免費的按摩椅，超爽，好享受。我覺得這間飯店真的大推，2025年新開的，所以不到1年，整體飯店設施都很新，而且 CP 值超高。我們住2間雙人房，2400多。如果能夠4個人分攤的話，一個人只要600塊，那我們3人分，所以一個人大概800塊，CP 值超高。有來到秋田，我真的大推這一間來哇哦！今天晚餐我們來吃車站的秋田港壽司。有人在車站很方便，但很可惜，賣相跟味道都很普通。我們在秋田車站裡的百貨，現在看到一大堆扭蛋，它的扭蛋蠻多種的哦，露營車、相機、棒球手套、手錶、娃娃機，還有這個舒壓神器，細把摳。至少100塊台幣還蠻好。對啊，這是訓練反應的遊戲，還有鬼滅之刃。跟我最愛的七龍珠，因為上次去東京沒有轉到喜歡的，轉到酷企鵝，現在想要轉庫洛米 ，Hello Kitty 的。我們看到跟我們家 Domo 一樣的柯基犬，真的嗎？我看看，那這是什麼？柴犬嗎？真的耶，是柴犬。那以上就是我們在山形還有秋田的攻略啦。我真的覺得山形是一個超棒的地方，櫻山溫泉超級夢幻，山勢我也非常喜歡，是我爬過最美的登山步道。那秋田的田澤湖也是一樣，有一種大自然的美。那山形的上丸樹冰我們最後再去，然後還會在那邊滑雪1天。那下一集我們要前往青森嘍，要去弘前、八戶還有阿如來溪流。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